你好，欢迎来到咱们这次的学习探讨。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热情特别高，觉得自己马上就能说得很溜了。对，没错，一开始都这样。但学了几个月之后呢，好像那个新鲜劲儿就过去了，动力也有点跟不上了，甚至可能就像你资料里写的，一想到背单词就想睡觉，是吧？这种感觉挺普遍的。的确是。学语言嘛，尤其是中文，这个过程很少是一条直线的，有起有伏，动力波动，这个很正常。对，所以咱们这次就是想一起好好看看你分享的这些关于怎么保持中文学习动力的资料。我们不光是看看方法，更想挖深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动力会下去，然后呢，找到那些真正适合你，能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的办法。没错，关键就是理解还有个性化，不是说找个什么万能药，而是帮你找到一套适合你自己的节奏啊、兴趣啊，这么一个组合。这个肯定比那种临时的打鸡血要靠谱得多，走得远。好，那我们今天就深入聊几个重点，都是从你的材料里来的。比如，这个动力低谷一般啥时候来？为什么会出现？还有怎么设定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再就是怎么把学中文变成每天生活的一部分，看到别人学得好，自己怎么办？最后就是怎么让学习这件事儿本身变得好玩一点。行，那我们这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啊，动力这东西通常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我看你给的几份材料好像都指着差不多的时间点，就是开始学了几个月以后，对，等那个初至的新鲜感，还有那种进步飞快的错觉，消失了，很多人就容易卡住，那种学了半天好像没啥长进的挫败感，是不是特别容易在这个时候冒出来？是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个阶段出现是完全说得通的。你想啊，刚开始学你好、谢谢、再见几个词儿，回报特别快，进步曲线蹭蹭往上走，成就感来得很容易。对，一开始学得快，但是几个月后呢，接触到更复杂的，比如语法啊，那些意思很近的词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你花的力气和感觉到的进步，好像不成正比了，就容易觉得停滞了。明白了，就是感觉这个投入产出比好像没以前高了。你有一份笔记里也提到这个，说这就像是从短跑进入了马拉松阶段，是必然的。这个比喻特别好，而且这种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心里期望的进步速度跟现实情况有了差距。学语言更像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间肯定会有平台期。对，认识到这只是学习过程里的一个正常现象，不是说你能力不行，这点特别重要。它不是终点，就是路上的一个弯，甚至是给你调整一下状态的时间。调整心态，接受平台期。好，那既然知道平台期避免不了，而且瞎学更容易让人在平台期迷路，你的资料里就反复说要设定目标。对，但问题来了，什么样的目标才叫好目标？咱们得怎么定，才能真带着自己往前走呢？目标设定，这确实是走出迷茫的关键。你分享的一篇研究里就特别强调了用那个 SMART 原则来设定目标。SMART， 对 ，SMART。咱们简单说说啊 ，S 就是具体的 specific，M 是可衡量的 measurable，A 是能做到的 achievable，R 是跟你总目标相关的 relevant， 最后 T 是有时间限制的 time bound。 SMART 原则听起来挺清楚的。那具体到学中文上，比方说我想提高口语，这个怎么把它弄成 SMART 目标？提高口语本身肯定不够 SMART 吧？对呀，太笼统了。一个更 smart 的目标可能是这样：接下来1个月里，就是 T 时间限制，我每周参加一次线上的中文角，这是2相关，每次呢至少主动开口说3次，聊聊日常话题，这就是 S 具体 ，M 可衡量，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 A 能做到的啊。或者再小一点，这个星期 T 我要学会用5个关于点餐的新句子，并且练熟，
SMART 都有了。这样就把一个大方向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能具体操作的任务了。不过你另一份材料里好像也提到一个看法，说目标定得太死板，有时候反而压力大，万一哪天没完成，可能就干脆不干了。这跟 SMART 原则听着有点矛盾，要灵活掌握。灵活掌握。对，目标应该是你踮踮脚能够着，但不是跳起来也够不着那种。而且如果生活有变化，目标也得能跟着调。SMART 是给你一个清晰的框框，但具体怎么执行，还得看你自己的情况。把大目标，比如说半年后看懂中人新闻，拆成一堆小的、灵活的 SMART 目标，允许自己中间稍微调整一下，这样既有方向又不死板。原来是这样，在框架里头还得有点弹性。行，那目标定好了，下一步就是执行了。这往往是另一个坎儿，每天坚持。就像你笔记里写的，计划再好，断个几天就特别容易捡不起来了。是啊，材料里好像都觉得，真正厉害的动力不是靠一时激动，而是靠稳定的习惯。确实是这样。你想，那个动力呀、感觉呀，它是会变的，时高时低的。你要是完全靠今天想不想学来决定，那肯定靠不住。但习惯的力量就不一样了，它能帮你绕开想不想学这个问题，让学习变成一个差不多自动化的动作。就像我们早上起来刷牙，不会去想今天有没有刷牙的动力吧？哈哈，让学中文跟刷牙一样自然，这境界高。但怎么做到呢？你资料里好像提到一些方法，比如用打卡 App， 或者那个习惯绑定，就是把学中文跟已经有的习惯动作连起来。对，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办法。用那种学习记录的 App， 看着自己连续学习的天数一点点多起来，这个视觉上的成就感还是挺强的。还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叫微习惯，就是你给自己定一个特别小到几乎不可能失败的每日任务，比如每天读一条中文新闻标题，然后查一个不认识的词，就一个词。对，或者戴上耳机听5分钟中文播客。关键是启动，并且保持每天都碰这个状态。确实，5分钟听起来压力不大，对吗？目的就是降低你开始的那个门槛儿，让你不觉得难。一旦你开始了，可能不知不觉就学了不止5分钟。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习惯叠加，比如说你每天都要冲咖啡，对吧？那就规定自己冲咖啡的时候必须听一段中文。这个好。或者找个学习搭子，约好每周聊一次，说说学了啥，遇到啥困难。这种有人一起互相监督支持也挺管用的。那么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哪个小小的中文学习动作能很轻松地塞到你哪个固定的日常环节里去？把学习藏到日常动作里，这个思路可以试试。我们再聊聊心态哈。你有一份资料特别提到了跟别人比对动力的影响。社会比较。对，就是看到人家中文说的那么好，或者朋友圈里谁谁谁晒了个高分证书，再看看自己还在吭哧瘪肚的，就特别容易泄气，甚至怀疑自己，我是不是没那天赋啊？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比来比去的确实容易打击信心，让人沮丧。不过呢，你读的材料里也给了一个转换角度的建议，别把别人的成功看成是对你的否定，试试把它看成一种可能性的证明，还有学习的资源。怎么讲？别人的成功是资源？对啊，你想，别人能把中文说那么流利，这本身就说明中文这东西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会的吗？这不就是个激励吗？有道理。同时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些学得好的人，他们是怎么学的，用了什么方法，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就把他们当成给你探路的先行者，看看他们提供了哪些可行的路子和方法。但关键是你看完分析完之后，注意力要拉回到你自己的跑道上来。意思就是承认人家厉害，也学经验，但最后评判自己的标准还是看我自己进步了多少，而不是跟别人怕多少。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想啊，每个人的背景、花了多少时间、学习习惯都不一样，进步速度肯定有快有慢。重要的不是横着比，而是竖着比，跟过去的你自己比。跟自己比。对，哪怕今天就多搞懂了一个成语，多听明白了一小段话，那也是进步，也值得高兴。
盯着自己的成长轨迹，为每一个小小的突破开心，这样才能保护好你的热情，不被那些没必要的比较给弄没了。专注自己的跑道，庆祝自己的小进步，这个心态调整确实重要。好了，我们聊了怎么面对动力低谷，怎么定目标，怎么养习惯，还有怎么调整心态。最后，咱们来谈谈怎么让学习过程本身更有意思一点。对，毕竟要是能从学习里找到乐趣，那坚持下去肯定就容易多了。你的资料里有不少关于创造沉浸感趣味性学习环境的建议，这个具体怎么做呢？让学习变好玩，这可以说是保持长期动力的一个核心了。关键就是找到中文学习内容和你个人兴趣的那个结合点，要把那种没办法必须学的任务感变成我想去了解、我想去探索的主动性。这种结合听起来就很吸引人。你材料里举了些例子，比如看剧、听歌来学。对，这些是现在特别流行也确实有效的方法。你要是喜欢看剧、看电影，就找些评价好的国产剧、电影。刚开始可以开着字幕，慢慢的试着减少对字幕的依赖。喜欢音乐的就多听中文歌，看看歌词，学学唱。你有一份笔记里还特别提到看中文 vlog 来学习，觉得这是个接触真实生活场景和地道口语的好办法。对 vlog。是啊，比如那些探店的、旅游的，或者分享日常生活的 vlog。我记得还提到了游戏化的学习方式，像是用那些有打分、闯关、排名的学语言 app， 用那种竞争成就感来增加乐趣。完全正确，就是要去找那些让你感觉像在玩而不是在学习的途径。你要是对某个特定领域特别感兴趣，比如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哪个地方的菜都可以主动去找相关的中文资料来看、来听。纪录片、博客、文章、菜谱都行。甚至你要是喜欢打游戏，有些网友有中文玩家社群，在玩里面就能练语言。核心想法就是把学中文这事儿巧妙地塞到你本来就喜欢干的事情里去，让学习为兴趣服务，而不是成为兴趣之外的一个负担。这个角度转换挺有启发的。好了，咱们这次围绕你提供的材料，关于怎么保持学中文的动力，这个深入探讨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我们一起梳理了几个关键的点。首先是明白动力的起起伏伏很正常，特别是学了几个月后的平台期，别太焦虑。然后呢，聊了定 SMART 目标的重要性，把大目标拆成小步骤，还要灵活一点。对，还强调了培养那种微小但能持续的日常学习习惯，让坚持不那么慢。是的，也探讨了怎么正面看别人的进步，把它变成动力和资源，关键是关注自己的成长。没错。最后呢，就是怎么结合看电影、听歌、玩游戏、看 vlog 这些你个人的兴趣，让学习过程本身就充满乐趣。对，其实贯穿咱们讨论的一个核心想法就是，学习路上遇到挑战，暂时没动力了，这太普遍了，几乎每个人都会碰到。关键不是说怎么完全躲开它，而是要知道怎么去应对，怎么去调整，知道怎么从低谷里再爬起来，重新找到往前走的节奏。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能让你轻松不少，更有韧性。说得特别好。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自己再琢磨琢磨。这个问题是基于咱们刚才聊的，但更一进一步。就是说，除了所有这些通用的方法之外，有没有那么一个特别具体的东西，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化元素，是真的能够点燃你内心深处的好奇心，让你觉得特别兴奋的？这个元素可能五花八门，也许是某种音乐，比如京剧的那个味儿，或者某个民族的歌谣。也许是一段历史，你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战国时候的那些事儿，或者明清小说里的生活。对，也可能是某个地方的特殊风情，江南水乡的感觉，或者大西北戈壁滩的苍茫，甚至可能是一门老手艺，一个哲学家的想法，或者某一种菜的做法，任何让你眼睛发亮、心里咯噔一下的具体东西。不妨想一想，能不能把你对这个你特别感兴趣的点进行深入的探索，把它变成你学中文这条路上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别牢固的、能持续给你力量的锚点呢？一个专属于你的、有能源源不断给你提供养分和动力的源泉。我们鼓励你去找找看，并且珍惜这种深层次的、非常个人化的连接。
它也许能让你学中文的这段旅程不仅走得更远，而且更加有滋有味儿。